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请看这条财经快讯。美股周二开盘表现不一，投资者等待英伟达 NVDA 业绩报告，密切关注零售业收益和美联储官员讲话，以寻找经济线索。接下来这条消息，亚马逊暂停了对英伟达最先进超级芯片的订单，等待更强大的新版本。请看下面这条消息。劳视公司第一季度收入超预期，但同店销售额下滑 4.1%， 反映出消费者减少大宗购买。该公司通过忠诚度计划和扩大送货服务来提振业绩。尽管每股收益高于预期，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。分析师预测行业将持续面临逆风，如房地产市场疲软和消费者支出谨慎。让我们关注，波音公司已同意一项协议，向加拿大出售波塞冬军用监视飞机，并将在魁北克省的航空航天开发项目上投资 2.4 亿加元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美联储理事克里斯·沃勒表示，他赞成让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，并且需要看到几个月有利的通胀数据才会降息。下一条资讯，美国国防开支长期位列世界首位，今年预计将接近9000亿美元。然而，这一开支正迅速被联邦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国债利息支付所超越。我们来看一下 Comcast 推出 Stream Saver 捆绑包，包含 Peacock Premium、Netflix 基本广告和 Apple TV+， 每月15美元，比单独订阅3项服务节省约 35%。 此举旨在解决流媒体服务面临的投资者压力和行业竞争加剧。接下来为您播报，人工智能热潮席卷股市。自英伟达首次披露对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以来，人工智能相关讨论在财报电话会议中激增 186%， 受益对象已从英伟达和 AMD 等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扩展到 Alphabet、微软等人工智能巨头，以及能源、公用事业和商品等其他行业。请看下面这条消息，特斯拉股东联盟再次敦促其他股东拒绝董事会提出的560亿美元 CEO 薪酬方案，认为马斯克专注于旗下5家公司，损害了特斯拉的利益。让我们关注，特斯拉于2026年向客户交付半挂卡车，续航里程最高可达500英里，有效载荷23000磅，标准续航里程卡车续航里程为300英里，空载2万磅。下一条资讯，谷歌将在其在美国生成的 AI 答案中开始测试搜索和购物广告，以便在传统搜索广告之外扩展其主导地位。让我们关注，英伟达将于周三盘后公布第一季度收益，这是今年对投资者影响最大的报告之一。由于人工智能热潮期间对芯片的需求激增，华尔街预计英伟达的收入和利润将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200% 和 400%。 下一条资讯，随着监管机构考虑批准以太币交易所交易基金，加密货币市场的乐观情绪日益高涨，导致潜在发行人、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之间的活动增加。接下来这条消息，苹果计划请求美国法官驳回司法部和15个州在3月份提起的诉讼。该诉讼指控苹果垄断了智能手机市场，损害较小的竞争对手，并推高了价格。最后一条财经快讯，拜登总统任期内的一个奇特现象是，尽管创造了创纪录的就业机会和强劲的经济增长，但消费者信心低迷，拜登的支持率也很低。美联储对家庭财务状况进行的一项新分析提供了一些线索。2023年 72%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至少还可以，但低于2021年的 78%， 与2020年4月的低点持平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